从来没想过异世界的魔物居然可以做成这样的美食，毒蟹煲汤都是小意思，就连黏糊糊的史莱姆在这部番里都能被做成面条，甚至就连以冒险者为食的猪笼草都能被做成美味的蛋挞。这就是1月最令人期待的新番迷宫饭，一部以各种魔物为食材的异世界美食番，其有趣程度甚至连史莱姆的内部构造它都能讲得一清二楚。故事一开始，男主带着小队来到迷宫深处挑战恶龙，但这恶龙实在太牛逼，男主等人根本打不过，很快就被恶龙给团灭了。而且男主的妹妹法琳更是为了救男主被恶龙给一口吞了。不过在被吞掉之前，法琳使出传送魔法将男主等人传送出了迷宫，而男主醒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想要回迷宫去救妹妹，但队友却告诉他们的行李全都落在了迷宫里，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其他队友也都纷纷跳槽了，现在队里就剩他们3个了。毕竟到迷宫冒险需要大量的装备维修费以及伙食费，没钱谁跟你去冒险？可如果等筹够了钱再去，法琳肯定都已经被消化干净了。无奈男主只能询问法师马路，如果冒险者变成排泄物的话，还能不能用复活术复活？但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听都没听过。于是为了赶在妹妹变成排泄物之前，3人也只好变卖一些装备，置办了一些锅碗瓢盆及帐篷，决定硬着头皮下迷宫。而伙食的问题就靠吃迷宫里的魔物解决，毕竟这些魔物也存在着食物链，既然他们之间都可以互相吃，那么人吃了也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想到那些僵尸、恶魔、昆虫之类的恶心生物，马路立马打起了退堂鼓。就在男主继续劝说时，一支冒险小队一脸惊恐跑了过来，原来是一只蘑菇在追着他们。见状，马路直接一杖干倒了蘑菇。然而看着晕倒的蘑菇，男主突然来了主意。但男主才不管马路，毕竟迷宫指南上可是说这玩意是没毒的，而且味道还十分鲜美。就在这时，男主听到一阵蝎子跑动的声音，于是果断就追了过去。很快众人就来到了迷宫内的繁华街道，而这里原本是一片墓地，因为没有什么厉害的魔物，所以冒险者们便把这里当成了歇脚的地方。而男主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接着男主拿出剑裹上布，然后伸进了发出声音的洞里，很快一只钳子就抓住了男主的剑。就这样，男主又获得了一个新食材，不过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是抓小龙虾。扎克看男主这么熟练，觉得男主肯定是早就想找机会吃魔物了。而男主听后也是老脸一红，显然扎克是猜对了，但是他救妹妹的想法可不是假的。当然同时他也很喜欢魔物，无时无刻都在调查魔物的外形、叫声、生态，久而久之就变得更加好奇起魔物的味道了。于是没做过饭的男主决定用最简单的水煮方式来料理这些食材。但在切蘑菇时，男主发现横着切十分难切，而竖着切的话就会十分容易。看来以后面对蘑菇类的魔物也要竖着劈了。没想到做的菜还能累积战斗经验。而蘑菇切好之后，男主连处理都不处理，直接就将蝎子整个丢进了锅里。见状，马路十分无语，怎么看这样吃都会中毒的。但男主却表示这蝎子的毒是无害的，说完便直接吃了一口尾巴。这时一个矮人走了过来，表示男主这么吃是不对的，接着拿起蝎子告诉众人，吃的时候尾巴、钳子还有头和脚一定要去掉。虽然这蝎子的毒对人无害，但肉却十分难吃，所以蝎子的身上也要切几刀，这样才方便煮熟以及入味，而且去除内脏也方便很多。至于行走菇也是只有腿部以上的部分才好吃，而其小脚则是行走菇的精华所在。接着老西将所有食材放入锅里之后，觉得还少了些什么，于是便割下了一块长在墓碑上的树根，还有棺材上的青苔。看到这玩意，马路立马就不愿意了，表示吃魔物什么的他还能接受，但吃棺材上的植物就是不行。就在马路抓狂的时候，一团粘液落在了头上，正是异世界特有的魔物史莱姆。很快马路的头就被史莱姆给包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法师的马路无法念出咒语。就在马路以为自己要死在史莱姆手上时，老西走过来一刀将史莱姆给解决了。对此男主也是一脸震惊，毕竟史莱姆这种东西可是很难缠的，没想到老西只用匕首就将其解决了。对此老西表示只要知道其构造就很简单，而他刚刚刺的就是史莱姆的大脑，所以才能将其一击致命。而之所以他会攻击马路，是因为史莱姆的听觉很敏感，所以大声乱叫的马路才会被他袭击。而且史莱姆也是极为美味的，只需要加入一些柑橘类的果汁清洗，然后再进行几个月的晾干，就能变成高端且美味的食材。当然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让它先绝食2周，否则粪便就会很难处理干净。而老西也制作有特制的史莱姆晾晒网，这样一来就可以一边冒险一边晾干史莱姆了。这时老西拿出了已经晾干的史莱姆，准备让几人也一起品尝一下美味。随后老西将史莱姆切成面条和树根一起下入了锅里，在炖煮2个半小时之后，一锅美味的蝎子蘑菇汤就出锅了。接着老西赶忙给2人盛了一碗，男主浅尝一口之后，立马就被这爽滑鲜嫩的口感征服了。一开始马路是不愿意吃的，可听着众人赞不绝口的夸赞，他的肚子也止不住的叫了起来，于是便让老西也给自己盛一碗。这还真是大型的真香现场，
而且棺材上的青苔也是吃得津津有味。接着众人吃饱喝足之后，男主等人也准备继续出发。而在听到男主要去打炎龙之后，老西决定和男主同行，因为他身为一个吃了10年魔物的老厨师，还从来没用炎龙做过料理。可听到老西准备把炎龙也烹饪了之后，男主等人突然想到炎龙吃了法灵，他们再吃掉炎龙的话，那岂不就是等于他们吃了法灵？不过众人却都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很快众人就到了迷宫的第2层，而这里之所以会出现森林地貌，是因为这座迷宫其实是个被水淹没的城堡。第2层其实就是城堡顶端的尖塔，也就是说这里是个地下森林。因为赶了半天的路，众人决定在这里找个树洞过夜。至于食物，众人也决定就地取材，但这层的魔物不是蝙蝠、老鼠，就是哥布林还有铠甲怪之类的，完全没有一个是马路能接受的。いるよな、こういう何でもいいっていうくせにこっちが案出すと嫌がるやつ。私そんなわがまま言ってるかな。カモがネギを背負ってくることなんてないんだよ。ただし人食いネギを連れた化けガモなら出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が迷宮だ。这时老西告诉男主，这里其实还是有坚果和水果的，不过这些也都是植物类魔物的果实。闻言马路也真是服了，说到头结果又是吃这些恶心的东西。毕竟这些生物可都是靠捕食魔物或者冒险者，然后用他们尸体来作为养分的。但男主却告诉他，他在外面吃的蔬菜水果也都是用粪便作为养料的。被男主这么一说，马路也觉得很有道理，毕竟只是吃这些怪物结出的果实，又不是吃了他们的本体。于是马路便直接吟唱起了咒语，打算远程击杀掉一只食人花。见状老西赶忙阻止了他，毕竟这一番魔法下去可是会连果实也炸没的。可这一阻止却让马路被食人花给抓了起来。无奈男主也只能拔剑相救，不过他却没去砍困住马路的藤蔓，而是砍向了食人花的根茎，因为这样做才更有效率。毕竟如果单独去砍枝条，砍到天黑都可能还救不下他。接着众人随便找了一个树洞住了进去，而老西也将摘下的果实抽掉果核，然后铺在锅中压实，然后又用一些果实捣碎，混入史莱姆粘液和少许蝎子汤，调制了一碗糊糊倒进了锅中，接着在表面上加入一些蝎子肉和果实，一个食人植物蛋挞就完成了。但马路却和之前一样有些下不去口，毕竟这玩意之前可是吐出了一个尸体。不过在众人的鼓励之下，还是勉为其难的尝了一口。结果还是真香了。吃完饭之后，众人又为外面的尸体头疼了起来，毕竟他们现在也没时间回城了，而且他都已经死成这样了，显然复活魔法也是没用了。于是众人决定把它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让后面过来的人把它捡回去。ダンジョン飯、それは食うか食われるか、ただひたすらに食は生の特権であった。ああ、ダンジョン飯。等到第2天，刚从噩梦中惊醒的马路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原来是隔壁树洞的冒险者正在吃早餐。看见他们吃的食物那么正常，马路直呼羡慕。可老西却认为对方也太可怜了，居然只能选择吃面包、肉干和葡萄酒而已。不过听到马路说很想吃对方的肉干，那么就意味着马路的身体在渴望脂肪。于是为了让众人营养均衡，老西决定今天多做一些脂肪丰富的料理，当然能够找到鸡蛋的话就更好了。听到这里，男主立马就猜到了老西指的魔物是一只鸡，一只长得相当另类的鸡，明明有着鸡的身体，但尾巴却是一头蛇，因此它们的蛋也变异成了细长的形状。不过这倒也不影响口感，吃起来和鸡蛋是一样的。可就在男主等人偷蛋时，却突然听到了蛇尾鸡的叫声，抬头一看，发现一只蛇尾鸡正在追着2名冒险者。见状，男主3人赶忙躲了起来，在一爪子打伤其中一个之后，蛇尾鸡也发现了愣在原地手拿鸡蛋的马路。一开始蛇尾鸡还以为是看错了，凑过来仔细一瞅，确定他拿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之后，蛇尾鸡直接就炸了。马路也被吓得转身就逃，然而蛇尾鸡哪会就这么放过他？眼看马路遇到危险，男主立马就冲了出来，对着蛇尾鸡来了一招大鹏展翅。因为只有让自己看起来更大更狠，才能对蛇尾鸡进行威吓，让他不敢再继续靠近。马路也是无语，如果可以的话，他是真想装作不认识男主。这时老西也悄咪咪地靠近了蛇尾鸡，可他还没动手，就被鸡屁股给发现了。2つの脳により一瞬体が混乱する。解决掉蛇尾鸡之后，男主发现刚刚那个冒险者似乎中毒了。虽然老西身上有解毒草，但这也是腌鸡肉必要的一味调料。于是老西便让这冒险者先别太快死，毕竟单独吃解毒草肯定不如做成菜好吃。很快老西将蛇尾鸡处理好之后，又切了一些配菜，然后一股脑全塞进了蛇尾鸡的肚中缝了起来。接着就是用小火慢烤，烤上2个半小时就行了。不过就是苦了这位冒险者，在快被毒死之前终于是吃上了解药。马路本来是准备再给他加一个回复魔法的，可看到老西递来的鸡腿之后，直接就把这事给忘了。これ町の食堂にも出てきた。ごめん。間違えた。接着众人将鸡吃完之后，就又去寻找蛋包饭的下一位食材了。因为迷宫里并没有米饭，所以众人决定用曼德拉草来代替。
但因为这玩意在拔出来的时候会发出哀嚎，会让听到的人陷入精神异常，甚至可能死亡，导致众人一时间也不敢下手。不过马路却表示这种时候只需准备好绳子和一条狗，然后将狗的项圈绑在曼德拉草上，等人离开之后再把狗呼唤过来就好了。男主也是无语，认为直接用长点的绳子站远点拔出来不就好了，干嘛非要害死一只狗？看到几人这么折腾，老西实在看不下去了，不就是拔个曼德拉草吗？マルシルだったか。叫ぶ前に首を落とせば声も出ない。但马路觉得这样还是太危险，说什么都要按照书上说的办法来实践，好让众人相信他才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没有狗，所以马路决定用蝙蝠来代替。接着马路先是将绳子的一端绑在曼德拉草上，之后又将绳子的一端打上活扣挂在蝙蝠洞口，接着就只需用魔法射向蝙蝠洞，把蝙蝠给吓出来就行了。本当に実践は重要だ。少なくとも大コウモリを犬の代用にしてはいけない理由が分かった。等男主赶到楼上后，却发现马路一脸呆涩地坐在那里，这显然是被曼德拉草的哀嚎影响了神智。见状，男主也只好不断和马路多说些话，以此来让他尽快恢复神智。在这期间，老西将撞死的蝙蝠进行了放血处理，同时老西也已经采集到了足够的曼德拉草。而恢复过来的马路也很好奇，这蛇尾鸡的蛋为什么是软的？男主告诉他，这玩意其实是蛇蛋，因为蛇尾鸡的蛇才是本体，鸡才是尾巴。而这一解释直接就让马路震惊了。另一边，老西已经将曼德拉草去皮切丁，然后倒入锅中当做米饭翻炒了起来，接着将蛇蛋打入锅中，将饭包裹起来，两面煎熟，一份蛇蛋曼德拉草包饭就完成了。而老西也特意将马路采摘的曼德拉草和他采摘的曼德拉草分开做了2份。男主和查克分别尝了一下之后，发现还是马路采摘的好吃。老西一想也立马明白，看来曼德拉草在哀嚎时是可以将身体中的杂质排除的，所以味道才会更好。お前の知識と本は素晴らしい。これはほんのささやかな例だ。接着众人吃饱喝足之后，就朝着迷宫第3层出发了。然而在路过一个房间时，查克却发现这里有很多陷阱，于是便脱下鞋子自己先进去探了探路，然后让众人踩着他所指的砖块前进。然而老西却一个没踩稳，直接触发了机关。查克也真是服了，要不是他反应快，刚刚就已经被老西害死了。看着老西还不把脚拿开，查克指着他的鼻子就开始骂了起来。然而老西却压根就没听进去，甚至还多踩了几脚。查克也是彻底服了，看着老西还在看着火苗发呆，查克让老西赶快把脚挪开，因为这火焰陷阱的旁边多半有着装油或者燃料的装置，要是再踩一会可能会爆炸的。这话直接点醒了老西，如果旁边有油的话，那就可以吃油炸天妇罗了。查克也是无奈，虽然他也不知道机关里的油能不能吃，但为了能吃到天妇罗，他还是带着众人来到了隐藏的机关，找到喷火机关存储燃料的位置。见状，老西拿起了铁锅让扎克打开机关，因为他准备用这铁锅来装油。闻言，扎克还以为他是疯了，于是在劝告了2句后，扎克无奈地打开了机关。接着老西用手指测出这油能吃，在尝了一口之后发现这油竟然还是橄榄油，于是老西当即便将蝙蝠塞给查克，让他到外面用机关将这蝙蝠剁碎。虽然查克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按照老西说的做了。然而查克切完蝙蝠之后，老西又拿着油锅让查克去用喷火陷阱把油加热一下。而在这期间，老西也将蝙蝠肉切成大块腌制了起来，接着用曼德拉草和蛇蛋做好果粉之后，查克那边也将油给调节好了。最后经过老西一番操作之后，一盘曼德拉草与炸蝙蝠天妇罗就出锅了。只能说这是真牛逼，当初设计这些陷阱的人可能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有人拿他的陷阱来做饭。肉の代わりにパンはなれない。パンの代わりも肉にはできない。が、一緒になればより美味しい。ダンジョン飯。